把牌非常的艱難，非常猶豫。我這把我印象中是+1的玩家 open， 我在中位拿到7对，我再玩個3手左右就要當大盲了，而且当完大盲可能基本上要升盲，所以我可能連6點多 BB 被洗完，就可能剩下3 BB 4 BB 多，所以我現在剩6.1就拿到7，所以這邊我決定。今年底最受瞩目的亞洲賽事 APT 河內站辦在當地的國家會議中心。賽前6天，我們已經連倒6天，能否在最後突破重圍？最後幾日竟遇上賽事被迫提早終止，究竟發生什麼事 ？APT 河內最終我們繼續看下去。住在這邊好處就是你看這個正樓下就是百貨公司。如果你是住在 C7 或 C6 的話，那我們是住在 C2 的話，大概就距離這邊大概走路3分鐘，也是很近就在正旁邊棟，所以就是沒事的時候我們就會来，而且這一棟有一個海底撈開到凌晨1點，所以晚上沒有東西吃的時候我們就會來，然後還有星巴克，這個 mall 是連鎖的，就到處都有這個 Vinton Center， 這裡也有一家，我發現只要是這種綜合式的住宅大樓通常它下面就會配一個這樣的百貨。剛剛吃完4批披薩就在後面，很有趣因為今天是主賽的 Day 2，所以非常非常多人可能出局就來吃了但是我沒有出局，因為我是線上進 Day 3，所以我是现在吃，然後我等一下會去按個摩，然後再去打這個 High Roller。对，那我們昨天是打5000枚 High Roller 一樣出局嘛，然後今天要打的是大概4300枚左右的單日 High Roller。其實籌碼一樣是10萬，結構比昨天更快，昨天是30分鐘，今天變25分鐘，但解買之後變20分鐘，所以可以說是一個超快速賽好課賽。所以基本上我就晚點再買入就好了，因為太早買入其實效益不太大，因為它升盲非常快。Hello， 我們到了河內必做的事之一，就是一定要來做按摩跟洗頭。那這家店是我很推的一家洗头店，它的洗頭加按摩的方案就很划算，90分鐘，然後按摩也按得還不錯，大概有按到30-40分鐘。然後洗頭它用的是摩洛哥油，老闆人非常的 nice。所以歡迎你們，如果來河內的話，可以來找他。他們有很多分店，這家是比較大一點的分店。好，我們現在就是進入到這個 High Roller 的解碼，所以剩下10分鐘後解碼。那第一名也有大概300萬台幣左右吧。給他盲注會只剩20分鐘，非常非常快。我們今天只打1發，碼已經來到了大概均碼上多一些。碼多少其實沒有到太重要，因為這個快速賽後面才是關鍵，後面 run 的順會比較好。被洗到是下20大嘛，還行我們班30多打過3-4個級別，等下升盲後剩16、17。翻個2次就有打後面。那作為一個就是話比較多的一個外國人，通常話多的玩家策略就是想要讓你可能沒有辦法在你很舒服的節奏下打牌。這個外國人他是很喜歡在牌局當中一直講話。其實剛剛玩幾手牌，一把贏他，然後剛剛那把牌我在 Highj Open QJO， 他button 3B 我，是覺得他就是在太多的一些3B range 的 bluff。那我 Queen Jack 這邊我覺得。但他打3B 怕不好處理，我可以做個4B block， 或是我們就 fold 牌，所以我決定4B 他。然後4B 他過了5秒之後，他會開始講很多話了。通常講很多話應該都要蓋牌了，就不要理他，不要讓他燃起那個鬥志，他可能大部分就要蓋牌。但如果我想要他跟住的話 ，maybe 有可能我就故意要在一個適當時機跟他搭一下話，他搞到就不開心，就不想蓋牌了，就跟你玩了。好，這場是 Day 7的比賽，單日好課賽。我在快要解碼後去買入，那籌碼是10萬起始碼，30分鐘升盲，但解碼變成25分鐘升盲，所以非常非常的快。好，我們開始往下來看一下這個比賽的內容。我們在第14級別，大概玩了一陣子，已經解碼了幾個級別之後呢，我們沒有太大起色。COA 玩家比我們多的籌碼 Open， 我在大盲拿了6一對 ，All in， 他馬上跟住 ，Flop 他中停退。第2張我們中 set，OK， 我們 hold 住，我們就翻倍起來了。現在剩30個人，差15個前圈。
然後呢，我們又進入到這個無限的百家樂循環，就是一直拿百家樂的牌，2張牌一直加起來不7點、8點、9點，只是在德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牌。反正我們就一直維持在这個馬量短馬了，15到20，我也不會太擔心，因為等一個機會上去就 OK， 只要牌運瞬間來，在一個集中在這個時間點是最好的。那我們看看接下來能不能 run good。我們在這國家廳啊，今天我其實還認真發現說，哇，這個地方的樓梯好壯觀。其實從下面走上來應該要走一陣子。現在在好克賽的休息，剩下20幾個人，15個前圈。不過馬非常短，就10個大盲，一直沒有牌。但是有馬就有機會，基本上2、3把牌就可以上去了。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不要去參加派對。今天每個人問說要不要參加派對，不要參加派對最好。為什麼？因為不參加派對代表你可以打到非常的後面。對，那如果出局了這個時間點，安威獎就是參加等一下的這個 APT 的這個 Pair Party。緊接着大家就玩一陣子之後，然後後來到第17級別，這手牌很有趣，剛好遇到休息剛結束之後。然後大盲的玩家還沒有回來，所以有一個死錢。然後一路說蓋到我在 button， 我就要 all in 很多牌了，就這麼剛好蓋到我在 button。我看到 K5 11BB 輕鬆 all in， 結果小盲玩家馬上看他牌，他也跟住，他可以使奇蹟發生，對方的臉超級臭的，哈哈，我們就這樣子繼續續命，來到20幾個大盲。緊接着呢，玩了幾手之後，low jack 玩家 all in 8BB。7人桌，我在 high jack A10， 當然跟住啦。就 button 玩家 reshove 12BB 蓋到我補4BB 扣 button show Ace Queen 我們被壓制，然後這個前面玩家守對，我們看看這把跑馬，我們輸了，所以又調回到10幾個大盲。我們現在來到最後20個人，然後15個人前圈。不過我們籌碼還在均碼下一點點。不過因為這是 Turbo 啊，所以其實現在很關鍵是我們有5個攤倍。那3桌還不會 hand for hand， 大概16、17才會 hand for hand，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時間放慢。然後快速賽大家很快就可能出局了，所以先進前圈為優先。當然有牌還是要拼啊，只是說這時候你有時間的運用，會有可能就會讓你多的機會進入前圈。大概打3個級別多，就一直維持在10個大盲上下，上下，來到了20級別就大概剩下不到10個大盲。那因為是快速賽，所以輪調非常的快，然後剩下最後2桌，那這個階段也是所謂的 Bubble Time， 再一個人出局，我們就可以來到這個系列賽第一個前圈。好，那這把牌非常的艱難，非常猶豫。這把我印象中是+1的玩家 open， 我在中位拿到7對，我再玩個3手左右就要當大盲了，而且當完大盲可能基本上要升盲，所以我可能連6點多 BB 被洗完，可能剩下3BB、4BB 多，所以我現在剩6.1就拿到7對。我看了隔壁桌有個玩家跟我差不多，所以這邊我決定我要拼了，因為其他人都多我們比較多一些，10幾個大盲，而且隔壁桌也很緊，我這邊玩家也不會亂弄。那我覺得這把蓋掉有可能，我就是要看對方的臉色了。對方如果不出局，我就會吃炮，所以我決定要靠自己突破重圍，我就 all in。然後蓋掉 open 人他是 S King， 我們是7對，我們來看這個跑馬，先撐過3張。哇，這個turn要怎麼撐啊？沒關係，越多 out 會怎麼樣？越不會開。Double out， hold 住。OK， 那接着呢，我們下一手拿到看完牌 ，Ace King 12BB， 那 Bubble Time 我覺得 all in 最簡單的，我就 all in。然後隔壁桌也有 all in， 然後這桌我們剛好沒人跟，那隔壁桌是有一個人 ASK 遇到 JJ，AK 就順利的出局，我們就晉級前圈 high roll 了。好，我們帶來短馬進入到後面的階段。終於進前圈了，這個系列第1場現場，我們現在還蠻有機會，因為我們剛剛跑贏關鍵的跑馬，看有沒有往後走。好，來到這個級別啊，基本上後面剩下這個10幾個人左右，因為快速賽均碼都才10幾個大盲，所以意思是只要一把牌，你就會衝到超級前面，20幾個大盲就是非常非常多籌碼。那我們這時候算的時候9點多個大盲，我在大盲拿到7-4同色，button 玩家 open 2BB， 然後剛剛蓋到我這邊。一定補1BB，因為7同色進去，我們中一對中到有花就很輕鬆，可以去跟他打光。跟住之後呢 ，flop 開個 QJ 小2張愛心，我沒有買花的機會，我過牌，對方下注一個
1點多 BB， 我們的 Check Raise All In 它蓋牌，所以我們光一來一回贏到這個死錢就差非常非常多，那我們馬量可以維持在一個非常健康的狀況。然後接着呢，我們在最後快要併桌之前的這手牌，就是剛好button玩家 open， 我在小盲 shove， 然後他跟注他是 K high， 我們是 A high， 我們来看這把跑馬過程。呼出了，我們帶了非常不錯马量进入到最后一桌 final table。好，我們就带着筹碼來到隔壁的場地，拍完 FT 照片，然後坐好9人的位置，噔噔噔噔噔，開戰最後的單日豪客賽9人之戰，到底誰能登頂？一開始呢，跟大家講一下，我這個桌況超好的，因為我第一個這个整個桌子玩家我都很了解，在有幾個招牌玩家在我右邊，就是越南大魔王，他就是很娛樂的，只要大家看到他都一定有想跟他玩，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玩超開心的。好，第一把就很好笑，一路蓋到他的小盲，我的大盲，他要直接 all in， 然後我迷我的牌，72O 扣不動，然後他秀他什麼63O 直接 all in， 什麼20個大盲，我的天哪，就是在搞。然後下一把button他又 all in， 然後又秀個什麼8嗨之類的。好，來緊接着來這手牌，第一個玩家 open 的是9人桌 ，open 的10萬，然後4位大魔王又 all in。95萬，將近快20個大盲。我看完我牌在button這爽翻天哦，100萬我 reshove， 然後第一家不要跟就好，他蓋牌，我們兩個單挑。我是 JJ， 他是 A4， 不要被歪吧，砰砰砰 ，OK， 我們把他 KO 掉了。那我們籌碼就瞬間來到這一桌，應該是第1或第2馬量，就非常的順利。好，一路蓋了我在button，我看了我的手牌，我開出12萬。蓋到大盲玩家，他是桌上第2多馬量的 second seal， 結果他沒有跟住，他選擇加入到38萬，我直接爽上天堂。好，然後在這個點呢，我看了一下我們雙方籌碼，有效大概30個大盲，我多他一些些，所以他還是有一些 bluff 範圍，因為他會覺得我 seal 在 button 開很多，以及呢，其實他還是太多的牌質量，長期來講是偏好，原因是桌上玩家馬量有很多10幾個大盲，甚至到20大盲是接下來最多的，所以我在這邊放了1個加的時間。想一下整個過程，再來放第2個加的時間，在這過程我要催眠我是 KX， 我是 QX， 我是 A5O， 我要做一個 4 倍 minus 操作，所以我把籌碼加注到最小注碼64萬，那其實我是 AA， 那在整個過程我加入完之後呢，他沒有秒蓋，好爽，因為他很有機會跟我們對抗。好，在這個地方他想了將近也用到2到4個加時間，那我在這過程當中我要讓我呈現的 feel 是。心臟跳動，整個 tempo 不能太過於明顯，也不能太過於做作，要感覺就是我在操作，然後他在想很久之後，我其實有點不太自然、不太舒服的感覺，這種 feel。那其實我的攝影師剛好偷偷跟我講說，你講這麼多，演這麼多，我看你都是一樣個撲克臉，哪有什麼差別？我說有，這個是一種現場臨時感的一種 moment。其實我眼睛會瞄的感覺跟過程的感覺，其實都有多少差。好，最後他想了 N 久之後。他放出了一籌碼 all in， 好，我在這個時候眼睛順便瞄到左後方，示意一下。那我跟我的愛人10幾年的這種相處，這意思是關鍵大趴來了，我 all in 了。所以我在過程當中馬上放籌碼秒扣。好，然後我們看他的手牌，他是 KK， 我是 AA， 這邊突然瞬間有一種不好的感覺，但是 flop 一眨眼就過了嘛，對不對？而且這是一個50%左右，快要總籌碼底池，基本上贏了就前3名了。就5萬枚到10萬枚起跳，第1名10萬枚 ，flop 開出來一瞬間，整場躁動，每個人口袋至少都5000枚，因為我們2個一定會有一個人出局嘛，對不對？因為基本上互撞。好 ，flop 開出來，我還有後門順，我還有2奧，我不能絕望，我要堅持下去。沒關係，我還有2奧，我們繼續看下去。River。好，我們還是要風度有禮的把籌碼全部拿出去。算完，好消息還在，我還有1個大盲，我們不能絕望，有馬有希望，10馬當活馬醫。好，接着下幾手之後，我馬上拿到 Q10O。那在這把之前，有個玩家先 all in， 結果他沒有死，所以我賠裝不能變更多，還是7個人。我現在1個大盲拿到 Q10， 一定要去 all in， 這太強的牌了。
all in之後呢，又是剛好有玩家他加注，然後我隔離非常好，結果另外玩家也跟注，然後我們看完這5張之後呢，他是 Q9，我是 Q10，中了9，好，我所有籌碼都給他了，不剩連骨頭都不剩了，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出局第7名。第7名 OK， 沒錯。這樣。哎呀！今天玩到這個地方，竟然輸了，還輸掉啊！哎呀，只能說還好不是美金，好不好？这應該是我人生到現在這 Final Table 最大的一個 baby， 就是關鍵的超級 CL 趴被吐out。如果是那種什麼一短碼翻倍或者是中碼要算，但是這種超級巨的 CL 趴，前3名是真的不太難了。撲克就是會發生這種事。那我們現在發生了，至少它不是美金，它是越南盾。這場第1名應該10萬美金左右吧。然後我們最後 cash 大概第7萬算一算應該落在1.5萬美金，所以我們這個系列可以少輸快1半，好不好？那我們就明天有 main event 繼續加油，然後我們再接再厲，下次過了就你可以打到後面去。12月8號，我們要去打 main event 第3天，這個代表主賽是赢定錢圈的，然後也是這個系列赛一個非常代表性的比賽，是最重要的主赛。那这场冠軍是一個很大的那個金獅子，報名的人數破到2000多人，所以冠軍將近會有50多萬美金。然後我大概有13萬2千，吳薇薇有48萬1千，可能很快就會出局，或是很快翻倍啊。出局我就回來休息，晚一點再打這個海螺。如果沒有出局就打久一點。那希望今天可以順利的先翻倍，然後我們祝我們好運。在這個系列第1天那麼早過來，因為早來有時候也是好事情，代表你有晉級。省掉將近1萬8，我也才13萬，1萬8可以多10手的機會。這樣有點送他兩個。哎呀，比較貪婪。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主賽就只玩2手牌，第一手我们是玩 King Queen， 刚才我們在button all in 17個大盲，然後大盲就 BB 接他 AK， 所以我們輸了。然後再洗一個盲注完之後呢，我們拿 J7第一家 all in 5 BB， 然後又撞到 AJ， 然後又輸了。劇本很正常，通常都會發生這種事情。好了，再接再厲啦，主賽是很正常，短碼出局后面時常會發生的。不過我們進前圈就還行啊，碼反正就不多，但就看微微能不能跑遠一點，我也碼很多。然後我們今天會休息一下，然後再打晚一點的這個海螺了。那我們先到這邊。好，那其實這個也是快速賽，一開始我們基本上是25大盲左右進來，然後呢，我們就有一些像是 AK 有贏 ，AJ 也有贏 ，King Queen 也有贏，就是一些打翻牌啊，或者是翻牌前有贏。然後我們籌碼就瞬間來到了17萬5千，快要2倍起司嘛。結果呢，這手牌2500、5000，然後 button all in 14 BB， 我在小盲拿 A 把我就輕鬆的去跟住了。然後雙方秀牌，它是 Q8， 我們 A8 來看這把過程。OK， 結果我們沒有贏下來，所以我們籌碼要瞬間來到起司碼，我剩下12個大碼。然後後來其實經過一些來來回回，然後又玩了大概1個小時多，我們籌碼就慢慢累積，又回到了就是一些關鍵跑碼之後，瞬間來到了將近一直維持在快要2倍起司碼左右，然後接着我們進行到最後的這些的一些局況。半桌剩下最後3桌。不能代表什麼，因為這麼久的人因為這樣很少人報名。不過以4000塊美金來講，還是算很多，因為以前亞洲根本不可能會6、7，頂多才20幾個人。You all in right? Okay. No pair, okay? No pair. No pair. 哎呦，哎呦。You bet? No, I no pair. I top. Okay,那個 ，OK， 哦，哎呀，倒閉。
老畢跑不贏，然後剛剛中間好多把一直被推，該開的牌都要開，什麼90啊、A6 舒體啊很多，然後都中，大部分都推，所以我們做一把好機會 Ace Queen 跟88沒有過的話有機會了，因為剩15個人嘛，9個人前圈，再跑個幾把就有機會。明天繼續打那個3500的獅子賽，明天繼續加油，再接再厲。飛啦！我們後來剩下大概20人左右，蠻多盤很可惜啊，一個大盲，一個defend，一個 J7 舒體也沒贏到。那我們就來到非常短，然後最後一手 Ace Queen 88沒有跑贏。然後我跑贏的話，基本上還蠻有機會，因為剩下最後16個人嘛，9個人前圈，然後又是這個快速賽，就是有跑有機會了。那我們明天繼續加油。找到一家就是評價4.8顆星的餐廳，因为都開比較晚的餐廳不多，能夠找到4.8而且還可以的餐廳還不錯。昨天我們去了一家餐廳，以為開，結果呢 Google 到了2次都沒有餐廳撲空。越南就是要小心，它的餐廳 Google 的位置都跟它的 Google 地圖不一樣，所以像我們後來到了以後 ，Grab 到的位置跟這裡又距離走了6分鐘。然後這個豬腳，我覺得吃起來跟台灣就一樣，很像台灣的那個豬腳便當。雖然他們說這是韓式豬腳，不過我個人認為就很台味。好處就是它有那個火，它配一堆韓式東西。對，你看你這周遭吃的東西都很韓式，有韓式豆腐鍋，有韓式涼麵，有韓式的豆腐，還有泡菜小菜。可是它也配一個很台式的，你看涼拌，對，就是配一個很嗆辣，很像日式的那種。wasabi 的那種很嗆辣的涼拌，大雜烩這一道我沒有很喜歡，但是這個好吃，而且很便宜哦。這樣全部這樣子，它這是2到3人套餐 ，total 這些你看到的都是含在內的88萬越幣。超美的，你們一定想不到這是什麼餐廳，看面和面，这个是天好運。天好運在台灣基本上已經被做成比較像一般的小餐廳、美食街的概念。它在越南這裡，它把它做成是高檔的餐廳。景觀餐廳也超棒，還在飯店36。推。那時候一家。對，全河內一家。好，今天是12月9號。那我們發現一個重大的狀況是 ，APT 最後2天賽程9號、10號不能打了，被取消了。那真正原因呢？大家可以上官方網站 APT 都有公告一些為什麼場地不能打的原因，可能跟這個場地政府上有一些特別狀況吧。那比賽怎麼辦？那像是進到今天的第4天的主賽玩家和一些邊賽玩家，他們是照 ICN 的籌碼去分布，就是籌碼多少錢會拿多少獎金。這是我第一次發生現場玩家有這個情況。之前以往只有線上，比如說遇到了斷線，或遇到一些特殊情況線路的問題，可能比賽大當機，或是遇到一些 DDoS 攻擊，才會照着 ICN 分錢。反正現場也有這種特殊情況。我想除了這次的情況以外，還能想到的話 ，maybe 有可能是什麼安全，可能就是天災啊、人為特殊重大事件才有可能比賽會暫停。這個情況下，只能說大家都是聽天由命，搞不好昨天有人跑馬沒有跑過一把，或者是籌碼帶到今天的錢就莫名其妙多了，可能5萬到10萬美金，然後就不用打就能拿到這些獎金。對，那這是很特別的情況。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說，越南其實其他地方的協會還是可以繼續比賽，所以像我等一下會去別的協會比賽，然後別的協會也臨時加開一些單日的豪客賽，所以也算是特別的情況，大家玩家都跑去那邊了。對，那這都是大家自己隨機應變哦。那我有些朋友應該會全力玩。好，那這次 APT 行程就到這邊了。我是 Navin，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有時候旅行就是這樣，隨遇而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竟然飛機住宿都訂，打好打滿。可惜在這場單日豪客賽冠軍10萬美金，連續3把70%或 Flipper 都沒有過，當了準 bubble。無疑則是一場女士賽第4名，正式結束了這趟越南撲克之旅。